好，欢迎收看2025年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今天最后一天的比赛，高中排球联赛的前8强的队伍呢获邀参赛，在暑假期间，呈现给大家精彩的排球的赛事。接下来女子组中山工商对战内湖高中的比赛，同样在这次登峰造极呢，看起来女队呢是互咬的这个局面啊，就是前4强的这个队伍呢，包括了。这2队再加上东山高中还有华侨高中其实互相有输赢了是，所以其实实力真的非常的接近。对，而且呢，包括这个内中还有呢东山以及呢华侨其实这几年呢注入了个新血其实都算是集战力是，所以一批又一批的年轻的选手进来就也很好，就是前辈呢也等于说这个种树吧就是你们也打了一些局，尤其中山工商来讲的话，就是甚至已经好几十年吧你记得多少年了？40年会不会有？说至少30年应该有。对，那因为中山也算是传统名校那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中山工商出来的，那确实呢也孕育了许多排球好手。那其实呢这几年的一个招生呢可能是没有这么的好但是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其实选手的一个照护呢，以及呢本身的一个基本能力的进步呢，其实也是蛮快的。这就是在南部呢，现在就排球的学校呢也不算是太多了。另外就是也人口数呢也并没有增加太多所以也影响到年轻选手的这个加入，所以有时候呢中山工商呢就必须要去甚至外地来吸收这个选手对，北部中部都有。好，我们现在就来在现场呢来看看裁判以及2队先发的介绍。首先为各位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第一裁判钟清如女士，来自新北市。第2裁判吴伯峰先生，来自台北市。再来为各位介绍双方球队先发阵容。内湖高中。邱凡琪，5号李思珊，6号苏香琪，8号薛靖宇，9号于雅妮，11号韩尚玉，自由球员20号魏于安。总教练丁柔安小姐，教练杨世正先生，防护员罗瑞德先生。再来介绍中山工商，4号廖新宇，5号黄子婷，7号张永琪，9号蔡新平，12号罗云倩。15号杨富轩，自由球员13号李君妮，领队林昭义先生，总教练韩娉婷小姐，教练陈应纯小姐。好，那这场比赛呢是由穿着蓝色衣服的中山工商呢要对战穿着白色衣服的内湖高中的比赛，马上呢就要开始。画面上看到的是靖宇是薛靖宇，对，也是去年在智利的这个 U18和U17世青的这个国手。靖宇在。有时候也会把这些国际赛的一些经验跟队友分享对，也是很好的一个经验的交换。那中山工商发球则是这廖新宇对来先发球是。
这次遭到拦网哦，弹了回来哦。刚刚是6号的苏湘琪的攻击，但是拦网得分。新宇继续来发球。那这样廖新宇会担任举球吗？是这个云倩举球。哦 ，OK， 好。中间快攻，卡瓦补位的是李君妮，然后9号攻击的长攻。苏湘琪的得分，转了一个直线球。双方战成了1比1的平手。对，苏湘琪今年是刚升上来高1的选手。哎，看起来也是要磨练他了哈。对，当然内湖高中的话呢，大部分都是明湖国中了。对，清一色。清一色，对对对。只有这个18号的威涵不是哦，是大安的。OK， 换到左边来做一个吊球，蔡欣萍吊球，已经落地了。是。好，当然蔡欣萍呢也是主将哈。对。同时也已经在上学年的 HBL 呢已经是大主将。张永琪。好球！刚刚是薛静宇的进攻，这里则是韩尚玉的快攻，再来修正，垫高以后，又是苏湘琪，中央工商换到左边来给蔡欣萍，随着吊球，单手，年轻刚升上高1的苏湘琪，是救球原则上还是垫高是比较好了哈，但是一瞬间呢。那内湖高中呢？现在丁柔安教练也加入他们的教练团。跳飘的发球有威力，接发球到位，要再给苏湘琪练一下转直线，被拦回，修正换到了左半边，薛静宇攻击垫高，还有救回来喽，在标志杆内，第一快攻掩护，薛静宇这边卡吧，蛮好的哦，廖新宇的后排。修正球再给苏湘琪，蛮难打，被来回来，来回波蛮长的哦，球不落地，永不放弃，最后界内得分，左边蔡欣萍得分。好，中央工商一波4比1的攻势。继续发球的是永琪。7号张永琪的发球，好，目前4比2，蓝色衣服的中山光是领先，接发球稍微被破坏。transport 的机会，给了一个快攻。9号的于雅妮的得分，也都是在上一届的 HVL 已经是上场的球员了，所以内湖高中就是接下来这个学年的 HVL 也是充满了希望了哈，因为他们都是已经有经验了。对，这接发球稍微快了一点哦，而且靠网并不好处理。今天中山工商。现在罗云倩哈，12号是举球员，罗云倩的举球一个类似西快攻，4号位的进攻，对，薛静宇8号修正，换到左侧来给蔡欣萍吊球，点得太高啊，但是谁触网？不知道是于雅妮还是李诗珊，是吊的球是蛮高的哦，应该是能够接应的。可能是对不起，应该是邱玉珍3号。接发相当快，李诗珊赶快的调回来，于雅妮处理球，中间快攻掩护，蔡欣萍吊球扑下去救起来哦，再来，再给新平来处理，
刚好过了拦网哦，但后面自由球员守住哦，扑下去，两个自由球员都不错。是李君宁换到左侧来，最后是薛静宇只能有个吊球。蔡新平的进攻拦到后面卡吧，20号是魏于安，被拨了一下，蔡新平拦网，好，这直接罢包。掉了球不够高哦，因为呢，这个新平呢也有177公分哦，所以可能要抓一下新平的高度来吊球哦，会比较理想。攻击手要适应一下哈，这个直线这个人反而是更高的。是。好，中南工商是6比4的领先。跳飘的发球和相当有威力。黄子婷5号队长带切守住哦，后举球太长了一点吗？哎呀，可惜出界。15号的杨富轩哈也是中南工商的攻击手之一，也在上学年的 HVL 的场均得分也接近到11分，2位数字的得分。曾经单场对英歌工商得23分。好，杨富轩这次快攻，徐靖宇出界。刚开始会不会大家也在适应好场地啦哈空间？对，出界球还不少。一开始会哦，那这次的一个赛事呢，其实也已经蛮多天的、哦，对于选手一个适应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哦。OK。那反倒是内中这边呢，其实还有一位集战力哦，现在呢算是在休养的一个阶段。你说吴子华嘛，对不对？吴子华在练球的时候呢受伤，说是脚踝是不是？对，哦，他确实是打得很好。也是都是分龄的国手。对，转直线强扣攻击哦，有威力哦，廖新宇。印象里边就是中央工商的大炮手哦，非常的强，对，不是说特别高，但是他们手法也好哈，力量也好，都很棒。杨富轩的发球，中间快攻于雅妮被拦到哦。永琪的快攻，张永琪7号突破攻击的得分。张永琪在上学年 HVL 6强赛虽然是输给了英歌工商，但得到17分。对，场均得分呢也是接近到6分，172公分，来自大寮国中。接发到位，接着自己接自己攻，然后转身再救这球。于雅妮卡吧，注意垫高，一波成功的一个拦网。是。廖新宇拦下了这一分，目前中南光昭保持10比6领先。发球的是杨富轩，哎呀，好还好，就是刚开始。不过中南工商就是加压的发球了，现在已经有3次的发球失误。是。不过首先现在还是保持领先。对。10比7。发球的是雅妮。于雅妮的发球中间手，接发不是太好。廖新宇长攻太长出界，蛮可惜的哦。而且刚刚呢，君妮呢跑过来修正的时候呢，他先做了一个下蹲的动作，让这个球变得更加稳定。因为通常自由球员都要低手来举球，是比较多了，没错。除非在后场爬过来，注意，哎呀，哈哈，幸运的一记 ace， 于雅妮得分，已经追进了9比10。最近内湖高中呢是连得3分，这两队都是，哎呀，接发，还有救回 ，OK， 廖新宇好球。再来时间差，加快吊球，卡吧有哦，开往6-7 1对1，刚好被拦回来了。11号的韩尚宇拦网得分。是，韩尚宇呢也有180公分哦。是，也都是积极栽培的这些拦中手。于雅妮继续发球跳飘，这次接发。在左边，廖新宇直线拦回，再一次突破。
好，拦网出界哦。对，廖新宇的得分。廖新宇也是敢打，也同样来自大寮国中，身高165公分，现在才高2。是。准备发球是云倩，左手选手，破坏了接发球，太长的球的进攻，出界了哈，邱凡琪。邱凡琪在新的一学年哈，也绝对会是内湖高中的重要的角色。是。薛靖宇的接发球，8号，邱凡琪修正吊球，有注意到中央工商卡巴，修正给廖新宇，转成直线来回，再来一次，这次后举右边攻击的好球，黄子婷的得分对，5号，2号位几乎是没有人拦网哦。黄子婷新的学年担任队长，上个学年场均得分呢，在 HBL 也能够得到将近8分，其中对枋寮高中得15分最多。开网给邱凡琪，2号，第一手举球很稳定哦，黄子，可惜黄子婷出界。确实李君妮她的这个修正举球就是很稳了哈。对，他的移动速度呢，敏捷性也是很好的。同时也是世青的这个国手 U17，斜线强扣，拦网触网。对，这已经是内湖高中第2次了。跟你说起来的时候呢，是往右手边来做一个延伸哦。扑下去，刚刚邱凡琪的接发。3号的邱玉珍的进攻，但是出界，是碰到了标志杆。对，杨世正教练还有整个教练团可能还不是很满意啊。特别是前天他们是0比3输给了东山高中，而且有时候比分差还蛮大的。廖新宇的发球，再来一次转成直线拦到，并且后面防守修正到左边，蔡新平到了前排，还有机会救回哦。对，再来中间快攻波的邱凡琪长扣，拦网出界。君妮的脚程很快哦，已经跑到了对面去了。他如果在第2球呢，从标志杆外送回哈，对，然后在第3球打过去还可以。好，邱凡琪的发球是，也是世青 U17的第4名队伍，修正到右边，黄子婷，哎呦，2次太长，而且没有 touch 到。好，倒是中山呢，中山刚刚提出挑战了啦。当然，这个挑战哈也是让多功能了哈，让比赛呢更所谓的公平哈。对。另外就是，确实对裁判人员的数量哈，有时候也可以稍微精简一些。对。第一个对选手的一个公平性呢，再来呢也是辅助这个裁判的一个判决哦。是没错，其实这是一个辅助的效果。看起来并没有触到哦，所以挑战失败。那么每一局呢，各队有2次的挑战的失败的机会。是。好，中央工商15比13的暂时领先。邱凡琪呢继续的发球，这一批的内湖高中一样哈是相当在接下来啊哈。这挑战另外一个用意呢，就是干扰一下邱凡琪的发球，也出现了发球太长。在这个时候，中山工商16比13暂时领先的内湖高中。休息一下。好，当然这是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
好，欢迎回来，中山工商传统的HBL 高中联赛的强校。哎，中山工商应该得冠军的次数应该是女子最多了哈，高女子最多了。是，我记得10几次吧。对，11次啊，反正你也忘了哈。要计算一下。对对，我觉得记得10几次了。对。发球是张永琪7号，哎呀呦，想要加压，稍微太长。到目前为止，中山工商第一局就4次的发球失误，那内湖高中是算只有1次。韩尚玉的发球11号，接发廖新宇不错哦，后举球右边斜线黄子婷，最后被李世山守起来，修正啊，不好打的一球，邱玉珍的触挂网攻击。这种从后面过来的球要怎么样打长一点吗？这种球真的是不太好处理哦，所以大部分如果这个从后方来的这个球呢，有办法做强击哦，那个选手的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好。对，是的，对，一般吊球比较多吧。对，长扣球守住垫高，小心注意。哦 ，OK， 安全为原则，没事。薛静宇还是蛮有 power 的。是。8号薛静宇今天首次的得分，内湖高中咬住哈，15比17。跳发的是黄玉珍，邱玉珍，对不起，太长。这都很正常哈，就是发球的时候加压。对。准备发球的是子萌。好，林子萌也是国中，也是新园国中的。时间差的进攻，这回被守住，带撇了。后面呢是黄子婷守起来哦。再来，邱凡琪的进攻，后面又是黄子婷守起来，换到左边廖新宇强扣喷走，攻击的得分4号廖新宇。对。哎呦，今天廖新宇发挥的还不错，是从发球开始哦，包括攻击，他今天的表现呢，确实比昨天哦出色许多。目前他已经得到4分，19比15呢，也逼出内湖高中的暂停。哎呦，真的各队真的实力很接近，然后对，哇，就没有一支超强的队伍。没有像上个学年那个东山高中这样子，全部都3比0，很少。对，然后一路拿走冠军这样。是。但有一批高三的学姐已经毕业了，对。东山也好像也有点在衔接期这样。是，但是他的这个像甄轩呢，他有180公分的一个主攻手哦，那包括中间手也有180哦。其实，在东山里面的一个身材条件呢，目前为止已经算是最好的。对，也是数1数2哦。对，他们吸收进来的。是。高的，而且甚至，是不是是明湖是不是？对，陈廷一他们哈。是陈廷一还有陈曦，对，结果他跑去东山了，然后这东山的吸引力还是蛮大的。对。哎，没有配合好，哎呦，还修正的还不错哦，黄玉珍。廖新宇突破，哎呀，后面还有邱凡琪，后排进攻邱凡琪。太受伤刚好在角落，对，2个人之间哦。有时候选手还是要积极去救球吧哈。
黄子婷的判断，最后让他过了。哎呀，没有配合好，还可以处理。13跳起来逼快攻，最后拦了下来。杨富轩的得分。回旋起来的时候呢，往右手边做了一个延伸哦。他会看对方的球吗？还是手腕吗？对，其实进来之后呢，如果身体没有往左边走的话呢，向心球会居多。OK， 就比较顺，比较顺。OK， 邱凡琪的接发球，欧巴了，换到左边，邱凡琪直线的结果，后面有卡拉不错哦，林子萌，最后廖心瑜强攻，后面刚好有自由球员，对，吊球再来。在左半边选择吊球，靠扑到救旗，中间邱凡琪再处理球，后面林子萌守住，哇，来回波又很多，廖心瑜后面还有人，魏于安20号内湖高中自由球员，永琪的后面还没有落地到目前为止。薛静宇处理，林子萌救了好几球，廖心瑜用拨的，还有黄玉珍守起来，最后还有。chance ball 的机会是这球从台北到高雄还没打完，再来举到左边，廖心瑜最后这一击还有，再来一波，靠网了不好打了，还好有卡宝，是杨富轩跟这个罗云倩哈，是当然第2球。罗云倩可以积极一点，对，而且云倩其实在来回波每一个球，我们都可以看到她都是很快速的跑到球底下哦，来做举球哦。内湖高中有一定的高度了哦，包括韩尚玉呢也是蛮高的。内湖高中慢慢的追进了，目前18-20，落后2分。那中山工商呢赶紧叫暂停。中山工商的这个教练团也是也有接一批了哈。是。当然偏庭现在挂执行教练了。对。但是助理教练里边有这陈应纯，那现在看起来应纯就指导的会比较多一点哈。对。应纯本身呢也是举球员哦，所以对于整场的一个配球观念呢，应该是会更好。之前的林静怡教练也恭喜静怡教练呢，这个生了个宝宝，是一个儿子，对，恭喜恭喜恭喜，对，接发到位哦，转直线廖心瑜得分，第一局4号廖心瑜表现出色，没有很高呢哈，但是弹跳能力也很好。也前面 touch 到了，是。李13现在在前排，罗云倩的，哇，快，这比较像组合进攻了哈。是。邱凡琪的速度也很快。好，旁边的观众还好，我们排球还不是那么重。对，如果有一直关注排球哦，你可以看到凡琪呢，他现在呢，其实在场上哦是带了自信哦。过去也打得很好哦，但是呢比较害羞一点。现在不一样了。对，你也看到他的成长。是。现在也要接近副队长的角色。直线的拦网拦换下来，邱玉珍，右边修正，廖心瑜换到2号位，照样能够得分。哇 ，touch 是。中山工商来到了22-19。今天心瑜呢是发挥最稳定的选手啊。好，再把蔡新平换上来9号。好，现在发球就是今天得分6分的廖心瑜。跳飘的发球有威力哦，逼快攻，哎呀，没有配好，还要再平一点吗？还是速度比较不够，对 ，OK， 因为第一个没有向前又开网哦，那选手起来的话呢，没有加速度的话呢，时间点会配不上。
举球员要灵机应变哦。对，如果是向前的话呢，这个速度跟上会比较容易一些。哦。对，有时候举球员也会自我检讨，就是如果说我们球队呢是习惯打快的哈，这个队伍的话，确实有时候举的要再快一些。是。当然高度是一定要配合了哈，对，要有一定的高度在。那特别是如果我们队伍呢碰到国际赛去的话，碰到更高大的球员，是这种举球快速进攻是蛮多的。对。好，施正教练带领内湖高中男排跟女排，他也很忙哦，要两头都要顾。总教练。对，帅哥。年轻的高一新秀，直线这里被邱凡琪拦倒。再来看看蔡新平掉的球，苏湘琪有注意到，邱凡琪右边2号太长，出界。来到了第一局的，哦，对不起。哎呀 ，touch out 是不是？是。哦 ，OK。好，是内湖拿分，20比23。邱凡琪的发球，斜发球廖新宇可以哦。黄子婷攻击得分，来到了局末点。今天黄子婷出手次数并不算太多了。但是这一分也来到了局末点，目前得到2分。哦，太长了！哎呀，他超啊，幸运的一球！哎呀，比赛还没有结束，是21比24。要放掉的时候呢，应该是不小心的又碰到球了。本来想要缩下来的。接发球，赶快来8包，注意是变高修正哦，蛮好的。蔡新平攻击强扣，被手起之后接到左边苏湘琪，这次哎呦又是 touch out， 对，哇，内中还在哦。金鱼的出手相当准确哦，瞄准到拦网者的高度哦，来做设定。哦，确实举球也加快了。李居妮接发在左边，蔡新平被拨了回来，2分差而已。哎，来不及了，内中的chance，看看快攻吗？逼快攻选择吊球，于雅妮。跳起来举球后举，右边黄子婷，哦里13手起，再来蔡新平，最后摸到了。第一局的比赛，中山工商也是有惊无险，25比22拿下，目前1比0领先的内湖高中。南北大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
好，欢迎回来！玩男命登峰召集青年排球邀请赛，舍我其谁？今天最后一天哈，这个有等一下12点钟会有公益明星的一个表演赛，由台北金华队公益明星队。那公益明星领队是钱维娟，另外有许德维啦、潘君伦啦、比利啦、于承新、林嘉佑、林辉煌、坂本中华、吴飞、郑义、彭小刀、吴尊、汉之都来。台北金华苏和领军。好，这场比赛白色衣服内湖高中对战蓝色衣服中山工商，目前第2局，第1局中山工商拿下1比0。蔡新平的进攻的首次得分。对。这第2局一开始，目前蔡新平得到5分，整场比赛。发球是7号的张永琪。薛静宇的接发，薛静宇接发球还不错。右边黄子婷，哎呀，出界。就确实这个比赛呢，也当做整个教练团观察球队的长处，但是也观察短处弱点，做一些修正调整。邱凡杰的的发球，右边黄子婷2个人中间突破，黄子婷得分。当然，黄子婷是队长所以相信他也会扛起这个责任。魏玉安的接发，转身攻击，守住，快攻掩护，在左边给蔡新平吊球。哦，吊得刚刚好。这个球吊得很有技巧哦，吊在网边呢。靖宇已经是区前呢要守小球了，因为大部分的落点会在拦网者后面。对，等于新平也做好准备，他有时候还会小绕一下这样，对，让对手捉摸不定。薛静宇的接发好球率呢也接近40%，突破喽。哦，蔡新平抛啊，再来一个！哇，薛静宇防守也不错，是自己进攻吊球，这回还有再拨太远，没有 touch 到哦，中山工商得分，反应也很快哦，想要推到这个底线的一个位置哦，但是呢稍微偏差，到了线外。现在女子的比赛要得1分都不是那么容易哦，除非真的是超强。薛静宇在 HBL 的接发好球率40%，发球的是黄子婷，队长。太长加压，中山工商还是保持4比2领先，没问题。发球是11号的韩尚玉。快攻！15号的杨富轩的得分。对，跟着举球员来做移动哦。他上个学年的 HBL 也是打得不错，是然后进攻火力也是蛮猛。如果接发球到位他机会蛮多的，场均可以得到11分。哎呀，太长！新平全场个人第2次的发球失误。我中山工商还是保持领先了，也没什么太大的伤害。林子萌的发球，对不起，后排邱凡琪的进攻，新宇的出手，哦，好球，哦，他的好手感廖新宇持续到第2局，所以号码4号。他的这4号位的进攻今天成功率相当的高。那目前廖新宇全场也得到7分喽。这每个球员都不容忽视的。是。没有说超级明星耀眼，但是都很扎实，环环相扣。对，时间差进攻，邱凡琪太长。
后排也可以配这个组合进攻了哈。是。通常是男生看的是比较多了。对，因为男生的球呢可以举在1.5米哦的一个位置，可以当前排来打。那女生的一个身体素质能力哦还是有差异哦。是。那现在邱凡琪哈当成男排在打。廖心瑜这回好球哦，凡琪就到邱凡琪对交叉防守，中间就8号，还是张永琪的，反正得分就好了，不管用什么方式。张永琪目前得到2分，中南工商8比3的领先。杨富轩的发球，静瑜、薛静宇进攻，都是世青第4名的国手。转成直线，廖心瑜再一次的得分。前面可能有 touch 到哈，所以邱凡琪要防守。这几个球的瞄准位置哦，是高度是刚刚好，在拦网者的手指，顺势呢推到长线端。好，4号的廖心瑜得到了8分的全场2队得分最高的球员。那现在换了举球员。17号的王凯蒂上来举球，准备发球的是傅轩。好，15号杨富轩的发球，不错的发球哦。王凯蒂吸快攻用拨的，再来哦，于雅妮连续的起跳，快速的处理，很不容易拿下了这1分的内湖高中，现在是追成了4比9。好，不过这时候薛静宇到了后排来防守跟接发。对，现在准备来发球，虽然是一个全能球员，是。廖心宇脚步稍微垫一下啊，再次强攻，救回来，小心别受伤。刚刚邱凡琪奋勇救球，再一次给廖心宇2号、3号位置。哎呀，踢到了铁板了！是邱凡琪到了前排了。对，做了一个移动哦，但是呢，正对面是邱凡琪啊。当然，球呢是比较靠网一些啊。好，邱凡琪身高175公分，转直线这里被举球员拦回来。后边卡宝，邱凡琪，哎呀，反攻的得分了，内湖高中现在慢慢追进了6比9。那球员下来的时候，这个比如说王凯蒂呢，拦网之后是很痛吗？就是他还稍微甩手一下，应该是对方的扣杀的一个很重啊，对，重量比较重。OK。突破，再次进攻的得分。好，中南工商还是保持稳定的领先。今天廖心瑜几乎是接近1球1分了。轮到举球员来发球。好，廖心瑜目前为止得到了9分。罗云倩。看来他惯用手也是左手的哈。是。王凯蒂的举球时间差进攻，邱凡琪攻击哦，这边邱凡琪现在邱凡琪跟廖心瑜哈2个人尬一下，分数在3分差。邱凡琪得到了6分，2号。接发球是廖心瑜。转直线，黄子婷也在4号位攻击得分，就是基本大概如果是举球员的话大部分的攻击手都会打直线。薛静宇的接发球到位哦，有个逼快攻击。韩尚宇的得分。韩尚玉。体型也不错，是。王凯蒂的发球，李君妮
修正，哦，很有 power 哦。蔡新平垫高，弹回，哎呀，出界。对，这个球呢被永琪拦了下来。好，中央工商呢是12比8的领先。7号的张永琪拦网得分，目前张永琪也得到了3分。魏玉安的接发球，加快了进攻哦。年轻的苏湘琪的得分，他也蛮开心的。好，教练可能开始要磨他了哈。这第一局、第二局都是先发，那变成吴子华的替补这样。是。邱凡吉的发球，后局，王子典哦，又是韩尚玉。反正还是薛俊怡了哈，他们2个人拦网得分。邱凡吉继续发球，现在内湖高中追进了10比12。跳飘李俊宁的接发，稍微有点偏差。宾亭突破攻击的得分。对不起，蔡新平的攻击得分。中原工商还是保持13比10的领先。蔡新平得到了7分，发球的是黄子婷。马上就是陈映纯教练就提醒一下哈，发球这一环是，因为确实今天中央工商发球失误率稍微高一点。韩尚玉发球，左边蔡新平强扣哦，连薛俊宇都守不起来。这个球很有水准哦。磅数不够的话呢，靖宇守起来是很轻松的哦。对啊，连靖宇都守不起来，而且是带着旋转的哦，对，带侧旋这样哇，所以像男生的手法的。蔡新平得到了8分。子萌的发球。林子 ，OK， 有时间差，薛俊宇前发球到位，是，薛俊宇能够顺利的得分。对，而且起来之后呢，就看到球体左侧的面哦，来做一个扣球。其实拦网也已经抓到，可能是薛俊宇的哦。对，确实这个拦网呢，就只剩下小角度了。OK， 这边也是一个。这个蔡新平的攻击的得分，只有1个人拦网。目前中央工商15比12领先3分。杨富轩的发球，邱凡杰的接发欧巴喽，只好直接处理对。换到左半边来开网进攻，拦网卡吧魏宇安，后排给邱凡琪攻击，守了起来。黄子婷守住，靠网不好打，抢手，有点没有 touch 到，这边要不要挑战了？内湖，看一下哈，对，林如安决定提出挑战了，是。现在市政教练变成举挑战牌的球，遮错边，助理教练，遮错边还是有拍到他。OK， 他还是右边比较帅。看起来担任教练的蛮多不是自由球员就是举球员，对，转任教练是。因为通常他们在场上也都比较扮演场上这个领导者角色。对，而且他们的一个配合的一个部分呢会比较大，就也会提醒队友啊这样。是，尤其女生的防守呢是非常的重要。好像有好像有 touch 到哦。
真的挑战成功哦。好，所以内湖高中拿下了这一分，目前13比15，2分差。好，薛静宇现在得到了3分，到了后排来发球。薛静宇在后排仍然是让球队呢觉得很放心，接发球不是太顺哦。看哦，薛静宇的防守哎，对，哎呀，但是没有机会，这样突破偷袭扑下去啊，很难很难。哎呀，已经努力了哈，魏于安。对。拼劲值得给予肯定的，绝对是哈，拍拍手。那中央工商16比13领先内湖高中，休息一下，回到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好，欢迎回来，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YNAMI舍我其谁今天也一样，一整天的赛事都很欢迎大家到台北体育馆来欣赏哈，免门票来进场。那么稍后这场结束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明星表演赛，由明星队呢对战台北精华的一个表演赛，然后之后呢还会有一共3场比赛，其中男子组也要争夺最后的冠军。这场蓝色衣服中山工商对白色衣服的内湖高中的比赛，刘云倩发球挂网。不过云倩刚刚一个突破和2传的进攻也很偷袭成功。雅妮，内湖高中中间手于雅妮的发球，又破坏了接发球。雅妮防守送球。逐渐快攻邱凡琪，其实是组合进攻。2号的邱凡琪在上届的 HVL 场均得分16分，他有5场比赛得分16分以上。于雅妮继续跳飘，太长出界。今天内湖高中发球有3次的失误，那中央工商则是有7次的发球失误。再把蔡新平换上来，发球是廖新宇，薛静宇接发还可以，再一个后排给薛静宇，哈，李君妮在那里是。蔡新平长球，魏于安守住，然后绕进来，赶快！邱凡琪后面也有卡吧，然后后举球，右边的王子婷谁触网？邱凡琪触网，网子好像有动了哦，所以看起来要挑战吗？对，好啊。触网要不要挑战？好，决定还是要挑战了哈。等于是触网犯规这个环节。好，施政教练呢，这也就担任这个挑战的举牌员。应纯教练带领的中山工商，
内湖高中。哎，反而是对手挑战，这触网吗？是，有点是黄子婷触网哎。对。挑战成功，内中这一局2次挑战都成功啊！好，所以现在双方差距只剩下1分了。轮到凯蒂来发球，黄凯蒂举球员的发球，哦，很好，李君妮接发也到位，修正后举右边给黄子婷转，哎呦，刚好被拦到，2人拦网，都蛮高了哈，韩尚玉跟邱凡琪是，双方平手了，17比17。11号的韩尚玉刚刚讲到180公分呢，也是去年世青的这个 U17的获得第4名的国手，但他没有出赛。那同时上个学年度其实韩尚玉还只是高中排球联赛还只是替补为主，但看起来今年接下来这一年可能会是主力的中间手了。是。内湖高中17号举球员王凯蒂继续的发球，发的蛮好的，有点危险。蔡新平斜线有 power， 这回魏于安手起，左边邱凡琪 touch out。凡琪的举球点还是比较高哦，包括在打时间差的时候呢，球点几乎都是从拦网者的手上过。去年对战克罗埃西亚得到10分，对巴西、对中国各得到7分。邱凡琪，这个王凯蒂的发球，哇，所以他发的蛮短的，有点过往击坠哦。是。哇，现在王凯蒂已经发了好几球了。转成直线，薛静宇在那个地方单手举球有点过往，被判的一个持球了啊。再把云谦给换回来。刚刚10号是陈映琪是替补的举球员。张永琪的发球7号，右边邱凡琪掉的比较高，后面也有注意到卡吧，在左边蔡新平斜线只有1个人拦网。目前蔡新平的一个扣球比较有决定性的得分哦。是，双方19平哦，追平分了算是。蔡新平有 power， 手腕又用得很好，背飞一下。哎呀，被抓到这次的触网。是。18号的林威涵这个时候替补上来。现在头发触网算不算？算。OK。哎，张永琪没有包好。好，这一场，我这个双方。这你来我往了。对，轮到凡琪来发球。邱凡琪，稳一个，发的不错，廖新宇接发，但是有蔡新平在，像打那个弹力的弹珠台一样，是，没有一个环节能够挡下来。蔡新平的得分，光这一局蔡新平就得到7分。王子婷继续发球，是因为这个球飘的比较怪吗？还是魏于安想要侧面接？好的，这样中央工商呢又取得22比20的领先。
2分差，这是看这个关键分了。看起来中央工商在关键时刻的处理呢还是比较稳定。是。现在新平还在前排哦。对。那反倒呢是在内中这边呢，其实反起已经到后排了。那就要看中山能不能把握这一波的一个进攻模式。是。内湖高中的薛靖宇呢，还是稍微就体型上来讲呢，稍微吃亏了一些，167公分。在上学年度的 HBL 对华侨得12分，不过这个暂停是教练得分。黄子婷发球，光在这一局黄子婷有3次的发球失误。对。不过没事哈，中央工商发球失误确实是比较多。对。到台北来还是还蛮远的。好，蔡新平，好，最后不拦了。薛靖宇斜线李君妮喷走，小心！哎呀，薛靖宇关键时刻的得分啊！双方战成了平手。哦，22比22。好，世青国手薛靖宇这一次的攻击关键，双方战成了平手。会不会在高中阶段的这个接发球呢，还不是那么稳定？总是越后面的经验越多，那接起来呢，必定是更能熟能生巧，更顺一点更好。而且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是要接好。而且其实漂浮球就是会因应每个人击球的一个瞬间跟高度多多少少会有产生不太一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并不是每一个漂浮球呢，可能漂浮的一个位置都是一样的，而且还会因为场馆而有所差异性。是。韩尚玉的发球，这一回接的比较好了，李君妮接着左边蔡新平，后面的韩尚玉守起来哦，9节快攻甩边扑下去就到哦，黄子婷守的不错啊，开网不容易啊。内湖高中连得3分，超前了1分，23比22。不过还是敢打了哈，对，还是给予肯定。1分差，但是内中现在超前了。哇，这场最后结局怎么样？真的很难讲。韩尚玉发球，飘蔡新平接发。杨富轩太长没有他，要不要挑战呢？中央工商。现在内湖高中来到24比22。来，反而是内中的局点。蔡新平 ，OK， 强扣的得分，薛靖宇站得比较前面。对，他已经想要往前来准备补小球。蔡新平全场得到12分，还是内湖高中的局末点。蔡新平的发球，薛靖宇接发，薛靖宇自己做进攻，又掉的，哎呀，已经落地了。内湖高中拿下了第2局，扳回了一城，25比23。薛靖宇还是相当有经验的拿下了这个局末点。双方战成了1比1。我们休息一下，回到台北体育馆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
好，非常欢迎您回来。2025登峰召集青年排球赛，其实，在观众席上面也放了几只的这个Hello Kitty 哦。至少大家很守规矩，没有把这些 Hello Kitty 带走啊。陪伴着大家来看球哈，也是很开心的事情。那明星赛等一下呢，就是会登场哈，现在是预计这场比赛之后。来登场，然后会有发放这个纸帽的活动。好，第3局比赛开始，白色衣服内湖高中对蓝色衣服中山工商南北大战。带切后，鱼跃救球李居明，哎呀！当然黄子婷这球也有点危险哦，在裁判这个架子的旁边。对。内湖高中的邱凡琪的发球 ，HBL 场均16分，最佳外围攻击手 ，touch out 了，蔡新平得分。整场蔡新平得到了13分。张永琪的发球。邱凡琪接发 B 快掩护一个组合进攻扑下去，廖星宇救到。再来一次看看，又是一个组合进攻，这回用泼的薛静瑜得分。因为来回都很快了，对，就是要拦或要守不容易，薛静瑜幸运的就拿下这一分了。只好谢谢对手，他得到6分。蔡新平强扣转下来，哎呀，太长出界，没有 touch。是内湖高中在第3局3比1领先。韩尚玉的发球，李俊尼接发到位，后举右边，黄子婷进攻。球反起来举球并骂包，打到了丁柔安，已经到边线了哦。对，应该要转向右手边哦，不然会蛮容易出界的。只有很短边很窄哦，飘的真的不好接。蔡新平呢，这回直斜线就得分了。这长线够他发挥。好，蔡新平得到14分，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发球的是黄子婷。哦，薛静瑜这顺手式还是很有 power。对，而且他最后小手臂跟手腕都有加速哦。发球15、18号的林威涵。目前内湖高中5比3领先，蔡平平的发球，蔡新平的发球，他今天前2局有2次的发球失误，比较好了，魏源没有接到，没有接好，中山工商的机会哦，类似西快攻，杨富轩后排邱凡菊守起来，王子婷守住，廖星宇攻击，喷走，小心，哇，邱凡菊救到，还有，看看。跳起来举球，廖星瑜加快直线，施珊也能够守住，是宝宝球，宝宝喷走，最后由于雅尼得分。对，而且雅尼呢一起跳之后呢，那转身了一下哦，把球呢往4、5号位走哦，而不是呢顺向的一个位置来做扣杀。对，这回没有，这回霸包。
李居宁也是奋勇啊，想要去扑救。就身体选手跳在空中的时候，也要能够转动。对，就是起来的时候会稍微往左边拉，才能够改变方向。因为如果是顺着这个方向回击的时候呢，大部分会有一个拦网手。对，对方也比较顺手判哦，来拦网跟防守。是。出击快攻，杨富轩，哈哈，一个虚攻球。15号的杨富轩。这场目前得到了3分，在 HBL 的表现的就已经相当不错，上个学年度。这时候要换人，1号的黄淑媛今天是担任替补球员，165公分，也是外围攻击手。接发被破坏了，邱凡琪哦，黄淑媛的防守，廖心宇来不及拦网，对，于雅妮来不及了，中间一个大空档，是重锤得分，廖心宇得分也到了2位数了，每一局都有稳定的发挥，对，黄淑媛的发球，邱凡琪。太长，好，这样中山工商已经追平了，双方6比6。这2队真的是打满打好，然后就你来我往，也是很好的一个训练。是，发球有威力哦，黄淑媛，中山工商的 chance。快攻眼，廖心宇没有，只有一个人拦网，这连续的得分。对，廖心宇得到了11分，使得黄淑媛可以继续的发球，接发球，而他的发球威力蛮强的哦。中间快攻还能够得分哦，张永琪。张永琪172公分呢，在 HBL 6强对英哥得到17分，场均得分也到了5.72。这时候中山工商已经领先了，8比6的领先，逼出了内湖高中的暂停。这几球看起来了，就是内中的接发球还不是太理想。是，在第2局的部分呢，中山的一个发球失误率过高哦，这也是呢在后面没有办法拿下来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哦。但我们看到黄淑媛的几次的发球都飘忽不定啊。对，而且都是在这个5米线左右过往击坠。是。包括换上来的子萌的一个发球的稳定性哦，也都是特别的好。接得稍好一点点。邱凡琪斜线进攻。18号的林威涵的刚刚的接发球 OK。邱凡琪在第3局首次的得分，目前得到了9分。于亚妮发球，小心！李居宁送过来，时间差，邱凡琪、李居宁守住哦，在左边廖心宇吞下去，韩尚玉还是被对方得手，是要再更具侵略性吗？对。手呢并没有伸到对方的一个空域哦，就会容易吞下去。是。注意卡巴，稍微矮了一点点，薛静宇不好进攻。右边再给黄子婷攻起了得分 ，OK。确实，中安工商的边线进攻还是
蛮是他们的重心的了。是。黄子婷啊，廖心宇，邱凡琪攻击有，最后翻滚救球，李君宁差一点点。拉得回来，这回直线这里有邱凡琪，是。那这个高度也是算内中了，拦网最高的2个人。凡琪的左手呢，还做了一个反抓的动作。哦，换到左边来给黄子婷，后面扑下救到的是薛静宇，哎呀，已经落地。邱凡琪再次的得分。他的邱凡琪的变化还蛮多的是，而且一瞬间的处理了球在他的后方，还是尝试来吊球。双方现在10比10平手了，而邱凡琪现在已经得到12分。中间快攻张永琪没有机会，逼快，韩尚玉，李君宁守住，廖心瑜。触网吗？哦，内中的触网，中山工商拿下了这一分，11比10。两队互有领先的你来我往。廖心宇发球，跳飘，邱凡琪算到中间来3号位。斜线强扣，Power Go！ 蔡新平在4号位他的不只有力量了手法也是很棒。来看，15分了，他得到15分。黄子婷攻击，薛静宇先垫高，修正球，再来，右边黄子婷斜线进攻，还是被守住。魏玉安的修正，右边给邱凡琪，哎呀，廖心瑜喷走，邱凡琪的得分。哇，想要把对手拉很开，不太容易是，两队势均力敌。也是很好的一个磨练。白色衣服的内湖高中对战蓝色衣服的中山工商，蓝白大战。君宁这个接发不是太顺，哎呀，好球，突破，对，哇，来到4号位还是要有2个人拦网比较安全。真的靠一个还不够林威涵拦网，被突破。对。而且中间手呢，其实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就是拦网那如果都没有拦网的话呢，就像家里大门是门户大开。也是。转成直线，但是出界，闪太多。好，倒是中山工商已经慢慢拉开了14比11。张永琪的发球。薛俊宇接发，自己进攻，太长出界，15比11哎，没有，对不起，这是，这球还是得分了是，还是在界内了。廖心宇的接，哎呀，没有接好，薛俊宇掉的靠网。垫高，已经出界了。对。哇，薛静宇在前排不是特别高大167公分但是他经验还是非常丰富。对，而且你看他防守收起来的球呢，轨迹都非常的稳定而且看他的动作呢是自信满满的。将来转自由球员也可以。没错。
哎呀，这球太长了。这经常呢，就是你一波攻势，我马上又回进了一波的攻势，现在又平手了，14比14。韩尚玉的发球，廖新宇这个接发不错，哎呦，蔡新平就补回来，右边给黄子婷，还有，就到了内湖高中，靠往中间快攻甩边，杨富轩没有 touch 到，对，哇，内中一波的4比0的攻势，非常可惜哦，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球哦，挥臂就是手肘呢，通常都先屈前哦，球线一定是带到长线段哦。哦，还不要太伸出去。对，因为刚升起来的时候不要太前面。是。哦。会降低高度哦，那也会拉长这个落点。是希望在击球点的时候才比较高。对，希望像这个甩边的一个动作，如果要屈前呢，如果身体跟着延伸哦，那高点就不会往下降。OK。因为身体有延伸，所以自然就往前了。对。哦，发球的得分哦，那这样子使得内湖高中16比14领先，中山工商领先了2分。休息一下，回到2025登峰召集青年排球邀请赛。好，欢迎回来！登峰召集青年排球邀请赛，今天礼拜6号8月30号最后一天的比赛，欢迎大家到台北体育馆红馆是免门票进场，随时进来，欣赏精彩的高中队伍的劲旅之间的对抗，蓝白大对抗，蓝色衣服中山工商对白色衣服的内湖高中。后举右边黄子婷转直线，哎呀，出去了，这内湖高中是一波6比0的攻势，本来11比14落后，现在变17比14领先。结果让韩尚玉继续的发下去，哎呦，跳飘，爬起来再打，13守住，开往林威涵过来喽，有点的杨富轩，后举林威涵1对1他跳，哇，小将敢打哎！哇，林威涵这场比赛第1次得分。这个时候，中山工商换了举球员，把10号的陈映琪换上来。陈映琪来自前镇国中，165公分，也是算比较高的举球员。哎，这个换人拐气拐对了。韩尚玉的发球，挂网。好，黄子婷的发球。看看中山工商来制造一波的攻势，发得非常好，但是薛静宇慢一点点起跳哦，结果刚刚好。对。当然，篮网呢，他还是走6号位的一个落点哦。这男中手真的这也是很辛苦哈，左右移位这个要很快。
但是林威涵这个发球失误，他个人有2次的发球失误。文林高中还是保持19比16领先。换上的6号的林子萌来发球。在国中排球联赛有获得过这个最佳攻击手的荣衔，林子萌。这个球是攻击的出界。双方差距只有2分了哈。林子萌发球，持续保持加压 ，OK， 至少是稳定的发球。徐靖宇守起来，李君妮大包，还有。左边廖星宇垫高，再来中间突破杨富轩长球攻击得分，只差1分哦，也蛮好的。就中山工商也稍微有点攻击点的变化了，是，要不然集中在左右2边的话，还是比较容易被锁定。是，快攻掩护右边吊球，啊！这已经他做了2、3次了哈。没错，那先前呢会被举球员守起来哦。那现在呢，举球员在拦网的时候呢，后排呢大部分就会变成是守大球。OK。因为拦网的高度比较低一点。是。要一瞬间判断要区前也是不容易了。对，也需要一些经验呢。OK。接发 OK。廖星宇侧身的防守哦，还有哦，邱凡琪扑到林子萌手起。照左边来给廖星宇吊球，但那边有卡瓦林威涵，再给凡奇，君妮手到，对，廖星宇再跳，再来，他跳，邱凡琪的得分，邱凡琪得到了14分。内湖高中21比18领先的3分，而且比赛来到的是后段了，中山工商叫出了暂停。就说在这个来回的情况之下，有时候就是要有一个决定性的一击这样。对，那因为现在前排呢，又是只有2个攻击手，那再加上内中这边呢，凡琪也在前排哦。那就要看看呢，能不能守起这一波呢，能够有效的进攻哦。也许呢，选择touch out的一个几率会比较高一点。OK。或者在进攻时呢，避开2号位，选择4号位进攻。哎呀，接发被破坏，4号位来，直线这里哈，这是13呢守住，凡琪在3号位进攻被拦回来，修正给凡琪后退斜线，好球！哎呦喂呀，落地得分，哇，邱凡琪，哇，几乎照顾全场啊。没错，而且凡琪起跳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点向后哦。对，还能打出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哦，不简单呢。他用手来挥球哦，拍球的准度比他丢球还准。刚好是身体向后，也拉高他的击球点了。又进1球，哇！专门挑战这种底线的，跟网球比赛一样，专门都打这种边线或者底线。这一局他攻击得分就有7分。目前得到16分，后局赶快，用波的落地，杨富轩的得分。这局杨富轩也攻击得到了3分。在这局看好中山工商，19比23。当然胜败呢不是说那么重要了哈，所以就是每一球哈尽量的哈来学哈来处理。对。也是，这是容许错误的比赛。
杨富轩的发球，上一季的 HBL 也表现得很好。哎呦，魏宇安这，哎呦还能救回来。中间快攻张永琪，再来远一点点，但这边2个篮网突破扑下去就到哦，魏宇安有机会喽，看看中央工商开网，13的举球反起。 是扑下去，杨富轩守住，廖新宇吊球4号位的进攻，吊球逾越还有林威涵的攻击没有威力，篮网出界，关键的这一分，廖新宇目前得到了13分。 哦，廖新宇在这个系列战呢，应该也是打出了信心来了，是也多了一个可用之兵啊。对23比20，3分差。在高中这个阶段，就是有时候，你像陈品瑜也不过166公分这样，对，都还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主将。但是这个球发球出界，来到了第3局的局末点。 由于安妮准备要发球，扑下去突破，短球，好看有没有最后致命的一击？哎，这个一定要挑战了吧？是，要不要挑战？哦，对，没错。 现在两边的这个总教练都担任这个挑战的举牌员，丁宁教练也是长期的这个教练团的成员。是。丁宁教练他在大学呢是国文系，是，所以他现在教的是国文。在中山工商他是教国文哦，兼担任这个排球队教练。是。OK。 哎呦，好像有哎，他跳哎哦，比赛还没有结束哦，挑战成功，哦，那这样好，21比24，3分差的比赛，罗云倩的发球。 接发到位，平快冲哦！李君妮就到，是廖新宇再来，13篮网送上了遥远的祝福，同时拿下了第3局的比赛。内湖高中25比21，目前是2比1领先，算是听牌。休息一下，回到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 要
Why not me？ 舍我其谁？2025登峰召集青年排球邀请赛在台北体育馆红馆最后一天精彩赛事，欢迎大家锁定。还有到现场哈，台北体育馆红馆有比较舒服，同时也是没有任何压力哈，欣赏HVL 的前8强的学校这齐聚一堂来进行比赛。进入到第4局哈，白色衣服内湖高中目前2比1领先，发球的是队长李诗珊。蔡新平攻击，卡把诗珊过来修正到左半边来给邱凡琪。哦呦，小心！哇，举球员罗云，这球救得很好。哎呀，但是这个攻击是出界的哦，中山工商的得分。刚刚啊，中山刚这举球员罗云倩哦，哇，这他感觉好像会很痛哎，那个因为扑下去那个声音很大声，是，而且他还只是国中升高中而已。对，时间差进攻，邱凡琪过来，哇，到第4局邱凡琪速度还是很快哦。体能没问题，邱凡琪 U17世青的第4名队伍，对中国队得到7分，虽然是输给中国。修正球，蔡新平斜线哦，薛静宇守起来，拨的，啊，刚刚好心脏地带。而且他这个拨球呢，也有一定的速度哦，是，也不能就是垫高这样而已。对，稍微的把球呢是抓在手里面哦，来做一个加压，就会碰到球手指头时间长一点点。对，就是指腹呢是有一点吸住球， okay. 但是不能太久，对啊，变持球了。OK， 单手竟然救起来，好，爬起来，爬网了过来了。右边这里黄子婷，这 OK， 对方拦网还没有布好阵势，而且黄子婷稍微打直线。参考目前黄子婷得到了7分，继续发球。魏于安的接发到位，背飞掩护在左边那个薛静宇慢一点点吞下去。是。准备要进攻的时候呢，判断呢这个拦网者呢大概还有1步以上的距离哦，那中洞呢就是最好的选择。给敢的挑战这个拦中手。韩尚玉的发球，侧身的接发廖新宇，左边蔡新平哦，韩尚玉守住。哎，这个球举球突锤，哎，太远了。跳起来举球吊球，有注意到的哈。哦，磅数够重哦，喷到了指头，弹得非常快。确实哦，所以在内中这边呢，如果是守到新平的球哦，那个接起来的一个高度以及距离哦，都会比其他选手呢来得更远一点。这是磅数的关系，比较接近了男子选手这种力量。是。新平的发球，逼快，于雅妮，左边廖新宇转直线单手垫高哦，邱凡琪 OK 哦，敢打太长，我也练一下了哦，真的要多练。是，这种高层级的比赛哦，这个确实力量和速度还是很重要。对，而且静宇呢不好呢来做一个拦防的原因点，是因为他这个小斜线的4米的球是打得下去的，不是只有呢长线球。哇！马上补回了1球。
非常的帅气哦。得到了13分。8号的薛静宇，就他经常和内中大概经常看到他的球，防守也好，和进攻也好。没错。又来了。李君妮转身守住霸包出界，touch out， 好，于雅妮的得分。这整个来讲呢，就是两队的兰州手呢攻击次数不算多了哈，因为两边的外围攻击手都很强。这加快李俊丽守起来，哎呀，但是已经落地。是。哇哦！薛静宇就每一次的进攻都稍微有点变化，都不太一样，都是因为观察对手的布阵啊。没错。还有拦网，已经得到14分了。但这个球林威涵发球出界。目前是6比5，内湖高中领先1分。好，中央工商呢是换上1号的黄淑媛上场来发球。黄淑媛在第3局那个发球是相当不错的，破坏了对方的接发。你看，还是破坏。1对1难倒，举球员罗云倩拦下了这一球。除了呢站位呢正确以外起跳时间也比较慢一点。不一定说一定比对方高了哈，但是拦网实际很好。对，其实站位那时间点呢放一个平面就很好了，反倒呢时间点不对飞来飞去那是让静宇呢是最好的出手的时机双方6比6的平手，太长。7比6，内湖高中的领先，一样啊，两队每一局都是咬得非常紧，基本上两队每一局的得分都能够至少20分以上。准备发球是静宇，薛静宇的发球非常有攻击的特色。哎呀，这球怎么发的？廖心宇啊，反而掉了一个小球落地得分。这个内湖高中决定挑战一下了哈，界内界外。哦，这蛮明显的是界内哦，是压线哈，压到了整个线。好，挑战失败，内中在这一局将只剩下1次挑战，除非挑战成功。廖心瑜现在得分也来到16分了。罗云倩的发球，中间赶快过来，邱凡琪。小心注意哦，张永琪。再来背飞，甩得太长，出界。大家看到内湖蛮常用，就是邱凡琪这一点打这个对，组合快攻，然后在中间3号位进攻。是时间差对，时间差，然后中山看起来也慢慢会提防了对。再来一次，这次吊球，王子婷防守，哎呀，4级球了。双方你来我往，现在还是平手，8比8。9号于雅妮的发球，在上个球季的 HVL 也有经验，修正开网。薛静宇防守，
反起的进攻，直线拦到是廖心瑜拦到了这一球。对，因为球呢是送在网袋上啊，非常的危险。太靠网哦。对。被飞掩护，球反起强扣球，对，来哦，这等于张永琪还没过来。是。现在邱凡琪这场比赛得到19分了。哎，想要发给对方的攻击手，挂网。好，中央工商现在是张永琪的发球，再一个时间差，但是挤在一起，可惜防守还有尤其拦网都已经注意到邱凡琪了哈，是，可惜后面现在双方这一局就是几乎每一分都平手。好像每一局都有10比10，我印象10比10还蛮多的，10全10美。出界快攻杨富轩垫高，13救回来，大包球拦到，薛静宇判断也很好。再给新平，新平出界太长，可惜打到手指头啊，没有包覆到整个球体。真的都球得很快或者很高这样。不好打，而且球经常从后面过来。没错。邱凡琪的发球，后举右边黄子婷斜线，吊球，还有哦，蔡新平弹得回来，拦回来之后，中间有快攻，有。转身马上回来，这个杨富轩的快攻。目前杨富轩得到6分，双方11平，几乎每一分都平手。薛静宇，挡了起来，变高哦，蔡新平自己爬起来进攻，魏玉安守住。再一次看看直线吗？又是斜线喷掉，又被蔡新平救到，又是蔡新平进攻来啊，拦网得分。对，但是新平的一个防守也进步蛮多的哦。对啊，对，也是可以防守的哦。是。这些比较高大的选手这都是想要进步，是。所以你看林立伟接发球也很努力在练，也喜欢接发这样。修正薛静宇，哎呦呀！他跳起来好像蛮轻盈的哦，让他好像有时间去想。对，而且他的摆臂动作呢不是太大哦，所以呢他随时要起跳，因为他手都是在后方的，随时要拉起来的一个速度呢，都是看他自己来做决定。是，对啊，就好像有0.1秒的思考的时间哦。那蛮多的一个基层选手呢，可能手呢前后摆动的次数会比较多，太多了呀。对。薛静宇目前得到了15分，这场比赛也是世青呢获得 U17第4名的国手。哇，近身球真的不容易，不好接就是了。稍微有点的差距了这个时候内湖高中领先了3分，14比11领先3分了。中山工商也赶紧叫暂停。那现在这个11号韩尚玉的发球，内湖高中的中间手。韩尚玉发球时这个中山工商经常就是没有很快的过他这一个环节。是。
哦，施政教练还是不满意哦，就是OK， 该要求的时候还是要求了哦。私底下跟我们都是很客气的，有说有笑，很快就发出来了。这回注意到，啊，个吊球的得分，杨富轩现在球比较多一点喽。目前杨富轩得到了7分，至少在暂停之后，中央工商能够得分，12比14。中央工商换上林子萌来发球。国中的时候曾经获得过 JHVL 的最佳攻击手。球完局接发不太好，又是，哎呀！但是这个球出界哦。对。薛静宇差一点点，双方只有差1分喽，13比14，中央工商继续追赶。林子萌，就这场比赛参考呢，就是中山工商一共有12次的发球失误，相当多。一位廖新宇球翻击，哎呦，没有太高，但是好，林威涵敢打，18号杨富轩再来哦，这一局倒是中央工商15号的杨富轩发挥的蛮不错的，对，而且举球员也给他机会。好，杨富轩在 HBL 场均得分也已经到了8分了，对北港高中得到17分，当时拦下了4分。那一场比赛，只有1场呢没有拦网得分。哎呀，爆冲球没有 touch。好，这样薛静宇已经有2次攻击失误了哈。对。双方15比15平手，确实是很聪明哦，因为这个球呢已经整个是在狼王手里面了哦，所以他没有选择呢用力往下打，而是选择尝试 touch out。给，再看这一次，有了，也是 touch out。好，薛静宇得到16分，目前16比15，内湖高中领先1分。第4局的比赛休息一下，回到2025登峰召集青年排球邀请赛。好，欢迎回来！登峰召集青年排球邀请赛，蓝白大战，白色衣服内湖高中对战蓝色衣服中央工商。刚暂停的时候，这个内湖高中杨世正教练呢，会要求这个替补球员在旁边继续跑步，热身准备随时。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全队的一种努力了。对。邱凡琪扑下去，李军你守住。吊球后面来不及了，好追平了，16比16。4号的廖新宇这场比赛得到了18分，发球是举球员罗云倩，16平。
这两队估计到了下一个学年的 HVL 一样会厮杀难分难解。球反击，球反击高打点了，但是李君年侧身守住，这也是强攻。赶快做的比较短一点了哈。对，球反击赶快过来。得到21分了，邱凡琪。上手的接发，黄子婷自己进攻，斜线扑到，邱凡琪守住，后排薛静宇吊球，修正处理，右边2号位吞下去，垫高，还有第4球了，是。哇，中央工商现在领先到18比，对不起，追平了哈，17比17平手。再把好，这蔡新平再度上场，在前排这里哦，这加强中央工商的火力。过往脊椎的发球哎，哇哦！新宇的发球得分，姚新宇现在得到19分了，而且现在是超前分，18比17。一般呢，就是说会发给对手的攻击手这样。是发给主攻手。主攻手对，然后就是说有时候也会发短一点点。薛静宇接发，中间由樊奇的攻击得分。对，樊奇的正面哦是个大空档啊，算是自由攻击了。这样张有琪要再往左边一点吗？对，因为呢，永琪应该是要先对准球哦的一个正面，再去做抓球。OK， 守起来魏渊，后面也垫高，赶快，哎呀，注意，危险危险，哎呦，君尼是没事没事没事。对，君尼是拼劲十足的一个选手哦。而且有蛮多的一个防守呢，虽然不是他接到球的哦，但是呢，他的一个交叉跟补位哦，是做得很确实哦。所以在场上的这种空间感还有跑位啊，他是都很配合的很好。是。13救了起来，垫高，右边李威涵有 touch 哦，就在第一裁判的前面。然后又到了20分左右的时候了哈，也是关键时刻呢，变成看看哈这个决定性的一击或者是稳定性哈，也蛮重要。内湖高中领先20比18。蔡新平这回被拦到，邱凡琪加快，有点类似的状况。对，因为呢在中间能够突破呢，就继续使用哦这样子一个战略。那张永琪也已经感觉有摸到一点点了，但是还是要注意了哈。是因为永琪的一个身材条件呢，并不是这么的高哦。那在中间1、2时间呢，要1对2哦，相对对他的负担会比较大。有时候右边，有时候左边哦，对，真的不容易。除了一个拦网的步伐，还要加上判断哦。那其实呢，在更细节的一个部分呢，是在于位移的重心哦，该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哦，会比较好做应对哦，这也是技巧性。好，中山工商这个长期培训呢，长期培育许多的排球的选手，然后学校也都给予大力的支持。现在体育馆呢都是有冷气的这个体育馆，是超幸福，练起球来的好舒服哈。这球员也愿意练球吧？没错，愿意走进这个练习场来。蔡新平的得分，这样子还在哦，19比21。那等一下呢，将会有明星队对战呢台北精华的一个表演赛。
哇，发的精彩！张永琪发球得分，20比21。发球越来越好，中山工商还不错哦。林威涵 touch， 哎，这个林威涵现在打这个 touch out 打的还蛮有心得的。是，进去之后呢，前面呢是有拦网者的手，身体后仰，然后呢只有用手的动作走了一个向心的位置。薛凡奇到了后排了，过往击坠的接发蛮好的哦，在左边来，在吊球，吊球，再来修正到左边来，薛靖宇没有威力。啊！真的不好打的一球，跳到了3号位来。这球黄子婷怎么讲呢？就顺手就好了嘛，不一定要转直线。因为他就是进来的时候球线比较短哦，所以他面向的位置呢，如果做强击的话，不是被拦到就是界外哦。OK， 所以他才会想要尝试呢往直线的一个位置来做出手。是。23比21，背飞掩护薛靖宇，分滚吧救球李君妮。拦网垫高，比较短一点，看看这一波怎么样，还是交给薛靖宇吊球，当然也注意到了，而且蔡新平爬起来处理，还是没有给韩尚玉。界内球啊，拦网界内，双方22比23，还只有1分差。这一局，现在中山工商还有机会，而且更有机会。那先把握住这一颗发球，稳稳的发球哦。薛靖宇长扣球，最后杨富轩还是慢了一点点，是非常可惜哦，就打在拦网者的这个防守者的旁边呢。现在来到了这场比赛的赛末点 ，match point。韩尚玉的发球，修正到左半边，蔡新平的进攻，好，还没结束，还要再拼拼看。好，蔡新平这场比赛得分也到了19分，双方1分差。上手的接发。开网处理球 ，touch 到后面守住哦，中山工商吊球啊 ，deuce， 哈哈，廖星宇也是今天中山工商的定心丸了，也算是，处理球总是有效，对，冷静，今天得分最稳定的选手，得到了20分，追平分。薛靖宇再一次，这回被杨富轩拦倒，再一次哦，抓回来！中山工商拒绝认输，反而取得了局末点。最后的关键抓到这颗小球啊！对，拦中手也要这样了哈。没错，真的如果又慢又短的话，那就直接扑回去了。是。现在这场，反正今天就周末嘛，就打得多久都没关系。明天还休息。对。当然，这个登峰造极，这个中华文化教育体育交流促进会是比较辛苦，因为明天开始变成篮球比赛，是，所以他们还要再忙1个礼拜。是，辛苦所有工作团队啊。还有场地整理组也马上要换成篮球场地。是。这个秘书长李玉龙呢，他本身就篮球出身，是。他
跟郑志龙哦、李云光他们同期打过亚青世青。对，薛静宇突破攻击得分25平。哇哦！他的第18分追成了平手。可这些主攻击手并不因为1、2次的失败或失误哦，他就丧失信心哦。是。斜线这里，薛静宇自己守，自己攻，拦得回来啊！杨富轩拦下来。对。哇，杨富轩这段时间表现出色。是在后段的时候呢，除了当然已经预判要给静宇了，再来就是呢，他有补上哦。中间这一个之前一直 miss 掉了这个中洞的位置哦，也就是身体有靠到直线人的卡位。OK， 又拦到，现在换成就是永琪来拦，是球证靠网哦，直线后面看吧，是脖子进攻，廖星宇差一点点，哎呦 ，OK， 后排邱凡琪处理球，还是守住哦，廖星宇。对不起，后排防守的要打到第5局喽。中山工商27比25扳回了一城，救了几个赛末点。双方2比2的平手。然后我们让明星们哈稍微等一下哈，因为我们场上的精彩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这一届比赛的女子组的赛程呢，第一次打到第5局，就是之前大部分都3比0或3比1了。男生打到第5局还蛮多的，对。但女生呢，这是第一次来到第5局。好，蓝白大战哈，就是精彩好戏。中山工商对内湖高中南北大战。进入到第5局，抢15分。
蓝色衣服的中山工商对白色衣服的内湖高中，发球是廖新宇，也是能够追平的重要工程。中山工商修正到左边，蔡新平靠网点够。看这一波的机会，内湖高中时间差啊，邱凡琪的得分是。就是估计。好，估计到了这个第5局哦，就是可能对上的这个主战的这个选手，主力得分手要跳出来。哎呦，这个跳飘的发球有威力啊！是，连军尼都受到影响。内湖高中2比0领先。对，发在前排站位的后方，视线有点被挡到。对。哎呀！连续的发球得分呢，这邱凡琪用各种方式来得分呢。对，真的不得不说，就是这几支这个女子队的一个队伍哦，发球的品质是蛮有水准的。邱凡琪得到27分了，这场比赛。修正处理了。哦，蔡新平哦，带切的直线进攻。有空档让他落地，好，关键时刻的第5局，3比1，只有2分差。发球的是张永琪，太长整场比赛现在张永琪有4次的发球失误。是。4比1，内湖高中领先。发球的是中间手的韩尚玉，接发 OK， 右边斜线太长，没有 touch。哎呀，还是内湖高中的得分哦。大部分都是还是靠这些主力球员哦，所以体力消耗也是蛮大的。好像脚步都比较沉重了这样啊。对，因为几乎呢这个球呢都是贴网而过。今天11号的韩尚玉发球得分有3分。其实各队都一样哈，就是发球这个环节都有进步哈。对。东山高中他们发球也是相当强势加压，各队都很好。对，看他们的一个发球品质呢，其实大多呢都是贴网而过，而且呢都不太会高于标志杆。在发球的一个落点的选择呢，其实呢每位选手呢都有自己的策略，是，包括针对性的一个目标设定，以及呢发球直线、斜线哦的一个数量哦来做转换哦，这些呢都是在他心目中是有搭配的。确实，我们选手到高中了阶段的这成熟度呢，还是蛮成熟的了哈。拦到，再来一次，还是给蔡新平，爬网过来得分，好球！重要的这1分，能够让中山工商在第5局挺住，2比6。蔡新平得分也20分以上，21分了。徐靖宇的吊球，这个时候就包括了体力跟意志力都要算在内，然后专注度这些。对。林威涵的发球跳飘了，突破哦！蔡新平还是很有 power。光是第5局，蔡新平得到3分。是。好，中山工商这3分都是他拿的。7比3，现在内湖高中领先。接发到位要魏渊，吊球，有注意到，再来。
跳起来卡吧，是邱凡琪，自己还敢进攻，林君妮左边，廖心瑀没有，薛静瑜守住哦，拦网，再来往上处理用波的，举球员，罗云倩往上快速的处理，是。在这一局里面呢，其实静瑜打起来呢，感觉上就没有先前这么的顺手。那关键点也是因为呢，在第4局的一个尾声哦，其实呢，在他想要打中间穿越的时间点呢，被挡回了非常多的球。哇，这么一大早就一个5局的大战哦，然后哇，真的是肚子都饿了。不过这就是比赛，还是被李君妮救起来了。再一次看看，很可能还是薛静瑜了，太辛苦了，跳了好10次，吞了下去。电攻，中山来喽，中间快攻，杨富轩的得分，杨富轩第4局、第5局扮演了重要角色。哇哦，举球员配了一个 no call 啊，给富轩来打。现在就是确实，就两边的中间手的进攻数并不算太多，可是中山工商就敢在关键时刻给杨富轩但是内湖高中呢，你说像于雅妮啊，或者11号的这个韩尚宇，都基本上都没什么球，这有点太可惜。暂停过后，也许呢就会做一些调整了。看看哦。目前是已经被追进了最近的一波3比1的攻势，中山工商呢拉近了5比7，只落后2分。好，现在是杨富轩的发球，今天发挥的非常的出色，尤其在第4、第5局，魏玉安接发到位，薛静瑜被拦到，中间甩边翻滚救球是蔡新平，A4快攻，于雅妮的进攻2次没有成功。最后没有人拦网，廖心瑀的得分，开网有一点点开网了但是是不是应该还是要拦看呢对，但是现在大多的一个球队都会选择不拦网，了但是很担心这样子呢贴网而过呢，其实后排呢也是不好防守。好，廖心瑀今天表现也是很好20分的这个得分。蔡新平发个短球，几次的中间手的进攻让于雅妮试试看。再来换到左边吊球，有。来到了8分要换场，8比6，内湖高中领先中山工商2分。因为于雅妮虽然3次的进攻没有得分但是就是对手也需要防他了。是。也就是呢，它就会变成是有牵制中间拦网的功能而不是呢这么顺的呢去拦两边的一个长攻球。确实所以刚刚一方面也有点来不及这个中间拦网。另外，薛静瑜突然的掉一个短球，薛静瑜的发球，8比6，2分差，在左边廖心瑀。喷走邱凡琪没有办法垫高，是。双方现在只差1分喽。廖心瑀这场得到了22分，4号，发球是杨富轩，7比8，只有1分差，第5局决胜局。9比7，内湖高中领先。
换到左边新宇，对，吞下去。但是他这个小跑小绕一圈，这个也很厉害啊。对。加速进来呢，让对手真的是不好拦。中间这里邱凡琪吊球扑下去，是林子萌救到。后面魏渊手起，再给凡琪。很可惜啊，卡错位。太过去了一点是。对，就是张永琪太过去了。就是永琪站的位置应该是直线挡王者的位置啊。可能有点靠网。右边这里廖星宇喷走，再得1分，廖星宇。哇，是定心丸。光是在第5局他就得到了4分。对。现在只有1分差哦，中山工商已经逼近了。一度是落后6分，落后4分的，落后5分，对不起，1比6落后。现在廖星宇的发球，打出了信心来了哦，下个学年度的可用之兵。中间时间差，现在就是就邱凡琪这一点呢，还算管用。是。现在凡琪也来到后排。是中山的机会，看看。哎，注意垫高，还被蔡新平修正到左边的许薛静宇，好球就到蔡新平长线，哎呀，出界，相当可惜哦。是，敢打绝对是对的。在这个时候，中山工商叫出了暂停，12比9，内湖高中领先3分。选手真的都尽力了呢，是，都是表现得非常好。好，现在3分差的比赛哈，最后的第5局的大战。我看中山工商上个学年度打 HV 也是常常打到第5局，对，对不对？好几场韧性十足，韧性十足，对对。现在要发挥他们韧性的时候。对。廖星宇，哎呦抓的，哎呀触网是举球员罗云倩的触网，对，来到13比9。好看中山再稳住，修正到左边，蔡新平直线哎呀太长，有，他跳，好10比13，蔡新平的得分，新平在第5局得到4分，另外廖星宇呢也是第5局得4分。这时候中山工商换人，换上了1号的黄淑媛上来。黄淑媛的几次的发球还不错，准备好了，要追分，10比13，3分差。针对性的发球，魏渊接发到位，右边左边的进攻，弹得起来，拦到哦。对，蔡新平，新平，哇！自由球员是判断到了，对，看起来就是蔡新平的力量确实还是相当强哦，是看得到，但是救不起来。好，现在2分差的比赛，内湖高中叫暂停。蔡新平在第5局得到5分。
全场他得到24分。好，教练团在这个时候应该也只是叮咛一些基本的面而已哈，不会说特别的严厉要求。王子婷跳飘发球，哎，接发球，哎，连薛俊怡都接不太好。对，哎呦，成功的发球。薛俊怡在 HVL 接发好球率40%。双方只差1分喽，12-13。中央工商好像专门打5局，而且5局他们赢球几率还蛮高的。后排的进攻啊，双方平手了，13-13。哇，内中现在没办法突破，这个找不到一个得分点，在这个时候是。当然，邱凡琪绝对是重心了，但没有成功。13平，好球！哦，再来修正左边，薛建宇，注意！危险！对 ，OK。薛建宇自己止血，也使得内湖高中现在14-13领先1分。薛建宇全场也得到21分。韩尚玉的发球，赛末点有 touch 到哈，邱凡琪还能够守住，处理球，中央攻势，哎呀，右边最后斜拦网出界，丢是。基于这个球呢，其实也处理得不错，他是选择让举球员来接球，那只是可惜呢，没有把握住这一颗修正球的拦网。哦，对，确实，攻击时也可以针对对方的举球员来做攻击。是。斜线拦到，邱凡琪守住，凡琪进攻太长，界内球。哎呀，没有太长，界内再一个赛末点。哇，这真的叫生死一线间了哈。控球的能力蛮不错的。哎呀，真的界内没问题。赛末点哦，侧身的接发好球，左边蔡新平强扣扑下去救到哦，太平的出吊球，对，最后再来蔡新平扑下去守住魏于安，不好打了，高打的蔡新平哦，再次的追平，这一球呢能够得分哦，这真的是新平哦，是大将了哦。如果这个球呢是软手呢，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呢。没错。另外，你软手的话，很可能突锤，要不然就出界，要不然就挂网。这其实对于心理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光是第5局，他新平就得到6分。是。先把握住发球。现在蔡新平的发球。修正在左边啊，出界，没错，反而中安工商了有赛末点，哇！内湖高中在这个时候呢是选择挑战了，挑战项目是拦网触球，但其实这个时候也是让教练团去跟球员来再沟通一下。对，而且也算是最后了。对，已经到最后了。对。基本上呢，就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哈，就是基本功了哈，就是接发是第一要务，然后对，组织一次成功率较高的进攻。是。如
如果是还不是很清楚的话，来看了来。挑战失败没有 touch。对。好，是中山工商的赛末点，16比15。两队拼到这个时候都是非常精彩，非常努力。蔡新平的发球，天网过来哦，修正到左边，薛继宇弹得起来。好，看看这一集，左边给廖新宇拦到，李金宇救到，往上处理，卡巴还有跳起来，廖新宇长球，韦玉安救到，左边薛继宇拨的垫高还有好球。廖新宇敢打，球反击守住，左边再给薛继宇，还没有落地，永不放弃，转直线得分，平手。哎呦！刚这一刻呢，其实好球的阶段能够给傅轩的话呢，也许呢就已经结束了。金宇的发球，接发到位自己接自己攻，被拨回来，跳起来再来，拦到，于雅妮就拦下来，中间修反击，长哥太长出界，哇，在这个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啊！是球给的太短了所以呢，反击是没有办法追到这个球的。他甚至已经要从4号位跑到快2号位这里来。好，中山工商再一个赛末点。傅轩的发球要谨慎一些是，这时候是换上了张永琪在前排。对。杨傅轩的发球，稳一个。雅妮也在前排。对。邱凡琪拦到垫高，再一次。关键时刻还是给邱凡琪守住杨旭，还没有第一时间对。于雅，哎呀，这个时候就送给了于雅妮。哇于雅妮本场进攻得分并不算高，但是这一分呢是救回了内湖高中。确实要有变化了确实。中间每一个球员都要对注意，然后球愿意来承担。是飘飘的发球，张永琪处理球守住的，中间时间差，球反击后面君妮守住，再来绕一圈以后给廖新宇，是还有机会，再来一次，太长，哎呀。好，内湖高中呢18比17，内湖高中的赛末点。新宇确实是打得辛苦一点了。因为这时候如果说没有暂停可以用的话，那就用挑战了对。这样让。而且现阶段呢，在内中这边的一个拦网高度是很足够的有樊奇、韩尚玉是？对，还有韩尚玉。哇 ，OK， 好。好，平林教练也慢慢的交下棒子也让应奇教练呢来领场。是。但是我们现在画面是停格的很抱歉。我们还有机会。对，在最后这个时候有点断讯。樊奇进攻在界内的得分，比赛结束。内湖高中呢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第5局呢是19比17。内湖高中真的是不容易。不过刚好我们在最后的时候，画面断讯，
不过在场内来讲的话呢，内湖高中呢是赢得一场辛苦的这个胜利啊。是。虽然并不是 HBL 最终目标的这个大赛，但是能够在每一场比赛里边全队这样子凝聚力强，然后团体呢合力拿下胜利，都很感动。是。那中山呢，确实是蛮可惜的哦，几个球呢，应该是能够取得胜利的，但是呢，却流失掉这个机会哦。是。那当然，在内中这边呢，包括呢靖宇哦，他的个头呢，并不是特别的突出哦，但是呢，能够打出这样子的活灵活现的一个角度呢，以及呢，能够在手腕的运用技巧呢，是非常的成熟哦，这成熟度是足够的哦。那呢，我们呢也是给予很高的一个肯定哦。好，现在是讯号呢又暂时的中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职员跟教练老师们，帮我来到场中央这边。2侧好了，教练帮我站在2侧。好，谢谢。啊，校长，请。好，帮我看前面的镜头，来个漂亮的笑容，帅气、可爱、美丽、动人、大方、优雅、娴熟，赞。谢谢，感谢，谢谢，也谢谢我们理事长。好，恭喜我们中山工商的同学们。也谢谢老师们，帮我们在旁边稍作休息。接下来邀请我们内湖高中的同学们跟老师，我们先进行颁奖啊，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再正式颁奖哈。我们先进行颁奖跟合照，请内湖高中的同学们中间帮我站队长，然后帮我站2排横的，面对理事长。对，面对2排，2排 ，OK， 然后好，立正敬礼。好，那请我们的理事长，也请队职员老师，杨先生在，好，没关系，好，帮我看前面哦，笑容可爱、美丽、漂亮、动人。好，谢谢，谢谢，恭喜我们内湖高中的同学们。好，也谢谢内湖高中的同学们，帮我在旁边稍作休息。哇，这场比赛连我们的机器看的都非常的紧张刺激，然后最后关头呢稍微有点断讯，不过还是很开心的。跟思珊有机会来聊一下。今天5局大战很精彩了哈。那全队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如何在场上就是凝聚大家的这种意志力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炮手其实看得出来就是蛮累的。然后我就会，他们有时候可能失误一颗，可能没有自信的时候，就会跟他们说：“你们可以这种。”对，就是告诉他们说，其实他们很棒，他们撑完就没了。对。最后这一球，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樊奇的一记界内球，内湖高中呢拿下了精彩的一场比赛，真的是相当2队表现都非常出色了。那虽然不是说这个 HVL 的这个正式的比赛但是能够赢一场比赛都很珍贵了哈。没错，尤其就是昨天状况大家才调回来，第2天跟莺歌工商，然后的时候其实有点，跟东山还有莺歌工商的时候，其实大家状况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我觉得很庆幸的是，大家今天
凝聚力也够，然后大家的目标也一致，就是大家都要赢下这一场球赛。对，是，就是内湖高中呢就是说会不会呢？因为现在还没有拿到过这个 HBL 冠军嘛。没错。还没有拿过。女生没有。女生没有，你姐姐在的时候是有过亚军，对不对？没错，亚军。最好就是第2名嘛。对对对。你要不要突破这个第2名？有，就是去年季军的嘛。然后呢，今年当然是希望可以往冠亚军迈进，甚至是想要拿到那一面旗帜，就是也是有很大的梦想。毕竟也高中最后1年了。是，那看起来就是今年这样的阵容，然后接下来这1年的阵容，好像是更成熟了哈，就是整个队形也都已经磨合了一段时间。我们是8月才慢慢开始有练组合的东西，因为毕竟我们也换了新老师，但是我觉得小安老师给我们的东西都很棒，就是大家其实做出来真的，我觉得大家每个人，不管是场上的7个，还是候补区，还是旁边的人，其实大家都进步很多。OK， 是。缠斗力啦，耐力啦，都是发挥很好，来回波了都是好几波这样。那另外就是会不会呢？也许你们的中间手了，男中手呢，可能经验还没有那么成熟了韩尚玉啦或者于雅妮这样子。今天你给他们的球呢，并不算太多。没错。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拦网方面，其实给予球队蛮大的帮助，让我们后面防守其实站好定点就守得到了。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攻击的部分，就是可能回去大家再做搭配，对。OK， 好，也期待着内湖高中的一个突破，然后13带领之下呢，看看接下来每一场内湖高中比赛，大家都可以关注了对。好，加油，精彩，加油，是，加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谢谢13。好，欢迎回来。那么这场5局大战让大家还是回味无穷。两队呢都拼出了全力了，也是为这个最后一天的比赛可以说女生的比赛了，应该是压轴，然后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对。也谢谢中山工商了。是精彩的5局大战啊。对。确实就是各队实力真的就是在差距非常些微。对，整个一个比赛呢都是在伯仲之间的。那最后的一个得失分呢，其实呢也可以呢让这个各个球队呢再带回去呢，好好的去做琢磨跟提升呢。是，他们绝对还有进步的空间，而且期待接下来的每一场的这个比赛这些女将的精彩表现。好，那这一场呢结束之后呢，稍后呢就是这个明星表演的赛了然后台北清华呢对战这个明星队的这个赛事。这一场是内湖高中以3-2击败了中山工商。谢谢美静老师，谢谢邓公。我们等一下马上要看这个明星赛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